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日本。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前2周呢，我出了一个视频，跟大家聊了一下我这个想法，想要从旧金山搬去日本。那个视频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和分享经验，所以今天这集呢，我就做一期搬去日本第2集 Part 2。根据大家的200多条留言，我一个一个都看了，然后把它们分成了几大类。这几大类就包括，如果我在东京住的话，我应该在哪儿租更好，或者在哪儿买房更好。还有很多同学建议我不要住在东京 ，instead 我应该住在其他的几个城市，包括福冈、横滨、大阪、京都，还有名古屋。所以根据大家的推荐，我又做了更深一步的调查。这集我就来展开跟大家聊聊，如果住在东京，根据大家推荐我住的这几个地方都是什么样子的房价和生活环境，还有租金。如果不住在东京，那哪一个又更好呢？最后一个 section 我会再展开聊聊办身份这个事儿。上个视频我跟大家说，我目前初步想的办身份的办法是用 Investor Business Manager Visa， 就是有点投资的性质，那投资 Airbnb 之类的来办日本的永居身份。这个大家反应也很激烈，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劝退的，所以这个视频的最后一个 section 我就会跟大家总结一下大家这么多条留言的有用信息，还有我想到的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办身份。 OK，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对于新观众，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会 set the foundation for 这集的视频。我现在是30多岁，目前住在美国加州硅谷，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像自己都想不起来，可能20多年了吧。然后我在美国也已经住了大概30多年了。我目前是已婚，没有孩子，我有3个年长的狗狗，最小的也有12岁了，最老的是16岁。我和我老公是丁克族，不打算生孩子，并且我跟我老公一直以来的目标，从20多岁就是这个目标，就是要达成 FIRE， 就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财富自由早日退休的生活。所以以上的这10几年20年，我们2个都是很努力的在硅谷各大公司在搬砖打工攒钱，同时我们也一直在研究 investment， 在哪里投资。大部分我们的投资，应该说很多大部分我们的投资都是在美国。这边我想说一下 disclaimer， 我今天查的这些信息，包括我上个视频分享的那些日本信息，只是分享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The concept is show your work。 我其实最近刚刚从日本回来，现在时差刚倒过来。我觉得日本有日本的好，美国有美国的好，就像 everything in life， 所有东西都是有它的好和坏。It really depends on what you want in life。 我和我老公已经在美国住了 most of our life， 我们说实在的有一点到中年无聊的一个 state， 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 explore 搬去日本。但是我家的情况是，我这几个老的狗狗很难把他们一起搬去日本，所以目前我的主攻还是做我的自媒体 YouTube 频道，而我的老公还在硅谷的大厂打工攒钱。我们的打算是给我的狗狗养老送终以后，我们才搬去日本的，并不是说我觉得日本比美国好 or vice versa。 最好的生活其实是可以在日本也有一套房子，在美国也有一套房子，然后两边都有永居的身份，想住哪儿住哪儿，对吧？可以有一个目标，让自己慢慢去努力。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我的人生更有激情一些。OK， now disclaimer out of the way， 我们就来深入的聊一聊搬去日本。上个视频我跟大家聊到，我想要住在东京的新宿或者是涩谷区，收到了大家很多的反对。后面经过我更深入的调查，也发现虽然日本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但是如果我看治安的话，这个新宿和涩谷都是属于红的，就是治安比较差的地方。除了这些中心地带，上集我还查到了另外一个 area 叫做江户川区，就是在瑞江旁边，属于一个郊区。看了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 每个月只要27万日元的租金，我当时觉得很满意。但是观众给我留言说，第一，那个地方离东京市区太远了，不方便；第二，叫我不要住 single family home 的一栋户，就是那种独门独户的，说是收垃圾会比较困难，而且我的日语又不是很灵通，所以跟我的邻居交涉起来会更麻烦。大家还是建议我去住公寓。整理了大家的200多条留言，其中大家最建议我住东京这几个地方。第
第一个，大家觉得我的最佳选择是世田谷区 Setagaya 和太子堂 Taishido。世田谷区的优点，治安好，绿化好，文化氛围浓，有国际学校。国际学校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家退休以后的经济条件属于中等，不是那种特别富裕的。我跟我老公都是比较 chill 的 personality， 算是一个 low energy profile。我们就喜欢没事闲逛，最好是看自然风景，不是很喜欢逛街，然后喜欢一些小资的东西，有情味，就是喜欢什么书店呀、咖啡馆呀、茶馆这些。所以根据 ChatGPT 跟我推的，我的最佳选择就是世田谷区。它的缺点呢是它的房价会比较高，旧房源比较多，停车难，英语的服务少，这些都是 understandable。我本来就是去日本的时候打算去报一个语言学校，就没打算靠英语活。关于停车难这件事儿，上个视频我不是说我有可能考虑买车，也受到了大家的很多吐槽，告诉我不应该要去想这件事情，直接公共交通 all the way。因为日本买车便宜，养车贵，停车也难，而且所有的路都很窄。他们说，如果我想要买我在美国的这个车 ，which is a Mercedes GLC， 我在日本的那些小巷子里面开，很难不刮到。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想要买车了，我只是坐公共交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区的停车难对我不是问题。世田谷区适合的人群是远程工作者、文艺爱好者。还有富裕家庭，这个富裕家庭对我就有点但是我们说的是东京嘛，东京确实是根据我的调查，是我今天要 talk about 所有地方最贵的房价的一个地方。房价参考，我们打算买的是一个 2LDK， 就是2房1厅加一个 dining room， 大概是60万到150万美金。这样子的房子每个月租金是2000到5000块美金。其实我有去 apartmentjapan.tokyo rent 去仔细的查了一下，根据我的 search criteria 真实找到最便宜的我能接受的就是这个2336一个月美金，35万日元一个月的房子，它是91.6 square meter， 它2房，看起来就是我最差可以接受的了。其实我更想要住的就是这个1万美金这个，但是我看到价钱以后就 back off 了，应该这么说吧。3000多 square feet 确实是有点大，2个人，但是它有 2.5 baths， 我很需要 2.5 baths。2房的公寓不知道为什么都只有1个 bathroom， 这个就是我查到如果我要在东京最适合我的情况的一个区域。Other than that， 还有很多留言叫我住在Meguro， 中文是目黑区，高端住宅区，也是美术馆啊、咖啡馆，文艺氛围很强，交通便利，绿化很好。目黑川樱花是那个地方有名的，这个区域很国际化，很多外籍的人住在那儿。它的缺点是房价极高，是东京的 top 3房价高的区域，旧房翻新的很多，停车困难，高峰的时候通勤会很拥挤。适合的人群是高预算家庭，还有文艺爱好者，适合上班族。我们家不上班，所以其实我们家有可能上班。这个说到身份的时候，我再跟你们细细的聊开。这个目黑不适合的人群是预算有限的，或者是需要大面积的住宅的人，就听起来挺不适合我的。我预算就比较有限，而且我又想房子比较大。目黑的房价参考，我调查的是2025年4月份的数据，2房1厅大概是1 million to 2 million， 100万到200万的房价，说的是美金哦。如果我想要租的话，是3000到7000美金一个月。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可以赶上湾区的租金了。所以目黑虽然很多人推荐我住那儿，但是我觉得太贵了，我住不起。第3个推荐我最多的东京该住的地方就是港区，是东京的权力中心。港区那边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地方，我老公就跟我说过，因为他上次去日本就住在了这个地方，叫做 Roppongi， 中文是六本木。他住在那边的 hotel， 好像这个六本木是华人很多人在那边买房的一个地方， at least 在我的留言里面是这样子表现出来的。它是东京的顶级富人区，有很多跨国外国企业，还有国际学校啊，很多商圈啊，交通也有很多条地铁线。对我来说，我不需要那么多商圈，也不需要国际学校，所以港区
这么贵就 out of my picture。我查了一下港区的房价，2房1厅，它的 starting price 是150万到300万美金才能买到一个房子，每个月的月租是4000到1万美金。You can see this is definitely 就不适合我，但是还是谢谢大家建议，我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钱，谢谢大家。最后一个想聊的地方就轻轻的碰一下，就是米嘴瑞江。视频开头的时候也稍微 touch 到了，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观众建议我去住。我这次不是刚从日本回来嘛，我这次其实有住在 Tokyo Bay 3天2晚，因为我跟我姐们去了 Tokyo Disney Sea 去玩，然后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那边真的非常的 suburban， 生活节奏一下子就下来了，但是方便性确实也下来了。最近的 Family Mart Convenience Store 都走不到，要打车3分钟，或者其实硬走也能走到了。因为我之前在日本住的是银座那边，所以就楼下啥都有，这个对比性就很大。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要住在瑞江，我干脆会去住横滨 ，which leads to the next part of this video。如果不住在东京，那更适合住在哪儿呢？大家给我的结论是，既然我不是为了去日本上班赚钱的，如果要赚钱，干嘛不在湾区赚？那我去日本是为了退休，喜欢那边的文化、美食，享受生活和不需要赚钱。那干嘛要住在东京呢？其他大家推荐我住的地方，这期视频一共讲5个，也就是大家推荐最多的。刚刚视频说到横滨，所以我们就从横滨开始吧。横滨英文是 Yokohama。其实这个地方我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我经常看 Study with me on YouTube， 然后就是有那个会 pop up Yokohama， 会有一个人他在看一个外景，然后那个景是海和海边有 ferry well， 就是那个摩天轮，然后很多大楼，让我感觉很漂亮。我查了一下，那个就是横滨。横滨是东京旁边的一个大城市，坐电车30分钟就能到东京，比较适合喜欢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又想要省租金的人。这个地方有大城市的便利性，但是又不如东京那么繁杂，更安静，靠海，环境好。然后有个地方叫做港未来，日文叫做 Minato Mirai， 是一个 seaside urban area， 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这个 Study with me 会看到的景。山下的公园也挺适合散步啊，想着就舒服。横滨的商业区和购物也发达，但是比东京便宜。它的缺点其实说不上什么缺点，但是就是一个 fact， 这边的房价会比大阪或者是名古屋要更贵。如果要通勤东京的话，高峰期那个地铁会比较拥挤。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房价，我查的还是 2LDK， 就是2房1厅的房子，在横滨是33万到60万美金就可以买到一栋，然后每个月的月租是1000到1700。我也顺带查了一下，如果是要买那种 1LDK 1房1厅的，大概50 square meter 的公寓，在横滨大概是26万7到40万美金就可以买到 ，which is 4000万到6000万的日元。横滨住那个单人公寓就更便宜了，甚至都不到1000块，最便宜的可以是480块美元，最贵的大概是800多美元。听说横滨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城，很适合我的中国胃。那说完了横滨呢，接下来我稍微 shuffle 一下顺序，其他的4个城市我会以房价最低的说到房价最高的。第一个房价最低的就是福冈，英文是 Fukuoka。之前我看到我喜欢一个美国的 van life 同学去日本玩，就租了一个像那种 UPS truck converted 的 van 去这个福冈去做了一个 van life。当时我看那个视频就对这边有挺好的印象，因为他的视频里面show这个福冈是有那种夜市的，然后那个夜市就在一个水旁边，感觉非常的 chill， 然后有好多好吃的。福冈的特点就是适合休闲生活，还有适合低成本定居。我最喜欢福冈的地方应该是因为它有海，因为我在加州住了这么久，我对海是有执念的，我会想要看到海 every so often。 福冈有2个海，一个叫 Momochi Beach， 就在城市里面，另外一个叫 Itoshima Beach， 大概30到40分钟就可以有 beautiful coastline， 这个对我是最 attractive 的。但是福冈这个地方确实离东京很远，我查了一下，它如果是搭那个新干线吧，如果是搭新干线那个 bullet train， 从福冈到东京要5个小时，中间还要转一站 ，cost 也蛮贵的，150块钱美元 one way。所以住在那儿的话，就不要想经常去东京了。这边的其他优点是它的生活成本低，
它有很多丰富的美食，几个有名的包括博多拉面、水饮鸡，还有各个海鲜，因为它靠海嘛。气候温暖，四季舒适，冬天不太冷，适合我的 liking。它的缺点是工作机会会比较少，相比东京啊、大阪呢会少很多，国际的文化也会少一些。那我们看一下，刚刚说福冈的房子是我这几个里面最便宜的嘛？它的2房1厅的房子买下来是23万到37万美金，租下来每个月租金是670到1100一个月。福冈其实不是租金最低的，但是它却是买房价最低的。租金最低的呢，就到了我想要说的第2个城市，叫做名古屋。这个也是好多人介绍我去住的一个城市，我其实从来没去过，我甚至在大家给我留言之前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些深入的调查，发现名古屋的话，它的英文名字叫 Nagoya。这边的地理位置好，去东京和大阪都很方便，也是坐那个新干线1小时就到。名古屋这个地方适合想要买房的人和有稳定工作的外国人。Apparently， 名古屋是日本的制造业中心，这边有汽车、航空，还有机械制造业发达。虽然我的调查说适合 engineering， 但是我不确定是适合 computer engineering， 听起来适合 mechanical engineering。这个城市干净，然后生活节奏也很慢。它的缺点也是没那么热闹，还有就是外籍人士比较少，所以没有那么国际化。这边的租金我刚刚说是我查了这个东京以外这5个城市里面最低的。住一个2房1厅的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600到1000块美金。买一个2房1厅的房子，大概也是23万到40万美金就可以买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房价第3高的东京之外的城市 ，which is 大阪。大阪是除了东京以外，我老公最喜欢住的地方，但是我本人就先说一些大阪的好的地方吧。首先，它也是非常城市化，适合喜欢热闹还有各种美食的人。它是一个经济中心，工作机会多，租金和房价便宜，但是城市仍然很发达。它是一个美食天堂，章鱼烧啊，还有烤串啊、拉面啊，这些都超棒。但是其实说实在的，目前我还没看到不棒的地方。其实我去了日本也没几个城市，就去了东京，还有京都和 Osaka 大阪。我觉得刚刚说这些 food 在这几个城市都很好吃，也没有非要 Osaka。缺点是大阪会比东京更乱一些，市区的区域比较杂乱，夏天要比东京更热。如果在大阪租一个2房1厅的房子，最低是800块钱一个月，最高大概1300到1400美金。如果要在大阪买一个2房1厅的房子，大概是27万到53万美金。我不是很喜欢大阪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杂了，太乱了，比东京还乱，我也是这么感觉的。我其实更喜欢我要跟你说的第4个城市，也是房价第4高的城市，就是京都。除了没有海以外，京都哪儿都 meet my criteria， 就很喜欢那个地方，又有古迹，又有文化，又有咖啡。但还有一点就是 tourist 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去的都是旅游景点，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很多旅行的人。OK， 先说一下我的调查结果哈。京都是适合喜欢传统文化和旅游业的人。它的优点是环境优美，历史文化丰富，有很多寺庙啊、庭园啊、bamboo forest。缺点是工作机会少，主要是旅游相关的产业会比较多。夏天会超级热，冬天又会稍微冷一点儿，天气不是最好的。房租和房价都比大阪贵，但是比东京便宜。京都如果想要租一个 2LDK 2房1厅的房子，需要730到1200美金。如果要买的话，是30万美金起，all the way to 50多万美金就可以买到一个2房1厅的房子。第5个东京以外的城市，其实我刚才已经挑第1个说了，虽然这个是房价排名东京以外最高，33万到60万的就是横滨。最后总结下来，根据我现有的 information， 我对那个福冈很有兴趣，听起来那边又便宜，生活又悠闲，还有海，又有美食。但是我没去过，所以我下次要去那边考察一下。根据我去过这些地方，我觉得我最有兴趣会想住的是横滨，因为需要跟我们家老公做一个 compromise。我不喜欢很城市，他喜欢城市一些，我喜欢乡村一些。横滨作为一个 suburb 就是一个 good compromise。
OK，说完了日本的居住，那我们就来聊聊很重要的身份，怎么才能办永居呢？首先，我先来说大家不建议的。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留言，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就是不建议我办管理经营签证，因为他们跟我说，首先续签的时候，很多大概率只给你续签1年，并且经营管理签证换成永住非常难。还有一群的中介有可能会忽悠我，不好意思，我在看我的 notes，所以我才这样子，我先拿起来好了。还有同学说，Investor 和 Manager Visa 这条路比你想象的要更难，昂贵的多，现在越来越难走通了。对于80%的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大坑。同样的，还有同学说，日本的投资签证水很深的呀，需要各种各样子的文件、条件、要求，还有时间都非常高难度，千万别把欧美移民国家那套自动脑补到日本。这个同学说，日本的办事情比较死板，有哪个税没有交对啦，或者是哪个条件没有 meet，就完全不能成功了这条路。既然100%的留言关于这个身份这条路都是在劝退，所以我也成功的被大家劝退了。我就在想，嘿，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去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最适合我家的情况的可能是这个 option， 叫做 Highly Skilled Foreign Professional Visa， 中文叫做高度人才签证。听说这个方式也是最近比较火的，我是专门去查了一些 Japanese lawyer website 推荐的。这个 visa 是根据打分系统来拿永居，像我们家的情况，不管是我或者是我老公，都可以去找一个 tech company 的工作。我老公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我曾经在硅谷这边是做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 就是项目经理。虽然我裸辞了，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回去再找一份 tech company 的工作。反正不管是我或者我老公，都可以去用这种方式去办永居吧。这个高度人才，它的打分方式看的是几个大的 category， 包括学历、工作、收入，还有你的日语能力。还有年纪，我们现在是30多岁嘛，我们家狗狗现在很健康 ，which is a good thing。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让它们健康的养老。这些年我会继续在美国住，陪我的宝宝，然后去做房车旅行什么的，好好的再把美国玩个遍。我们搬去日本的时候，估计已经40出头吧。我们照这个 criteria 来算的话，我 actually 计算了一把，那我们家的 academic background， 我们2个都是本科生，这个会给我们10分10 points。Work experience 来说的话，我和我老公都已经在 tech industry 做了15年以上了，15年以上会给我20分 annual salary。硅谷这边像我们这种工作 N 年以后的 average salary 大概也可以拿到25万一年。所以如果我就算25万一年，那大概是37.5个 million per year 的日元。这样子 for salaries over 30 million， 我会拿40 points 40分。如果我40岁以下，我会拿15分；40到44之间会拿10分；45以上会拿5分。越老分数越少，我猜我们会拿10分，40到44之间。然后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我们是0，因为我们俩虽然 Duolingo 都学了几年了，但是做 proficiency 那肯定还是0。正常的听还能听懂一点。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我算了一个 total， 我们大概是80分以上。如果80分以上的话，是可以在1年就拿到永居，但是这个 requirement 是我们要在那边工作1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日本的工作文化，所以我刚才在说那个居住还有通勤的时候，我就留了一个 space，因为我们有可能还是会需要通勤1年。然后如果是我们找的工作的收入没有办法 match US，which is very possible， 是没有办法跟美国一样高。那这样子我们的分数还要降低，如果降到70分到80分之间，那我有可能会需要工作3年。在日本，尤其是东京这边，比如说 senior manager， 工作10年以上的经验 ，salary 可以拿到大概8万到12万美金，最高的也大概是有13万3美金。那 for my case， 我们工作是15年以上，可以算是 engineer manager level， 到那边希望也可以达到这个 level 吧，可以拿到10万到16万7的美金一年。最多也就拿到20万美金一年，那在东京已经算是收入杠杠高了。其实 ChatGPT 建议我们是
which is what we're thinking too， 就是先在美国找一份有日本分公司的这么一个公司，比如说 Fame Company、Google Japan、Amazon、Marcy、PayPal、Indeed， 最好是可以做一个 internal transfer。当然 salary 会根据你的工作的地方而被 adjusted， 但是也会比我们辞职以后再去日本找一个日本公司估计拿得更高， work-life balance 应该也会更好一点。我们打算 when time is right， 我们搬过去先报一个语言学校，学个半年1年，让我们先 fill it out， make sure we love it， make sure 我们真的想要永居在日本。只要我们确定了，大概半年吧，应该也就半年，我们确定了是想要永居在日本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办这个 PR process。如果真的是要用高度人才这个办法去拿身份的话，我们估计可能就只有我一个人去报语言学校，因为我老公会直接做一个那个 transfer of company， 所以他可能没时间去上学校，因为工作会很累。这个高度人才办身份的费用其实比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经营管理签要少很多，这个就几乎等于不花钱，包括申请费、户籍证明、无犯罪证明、文件翻译、公证、律师，最后统计也就是大概1000到2500美金就可以申请这个身份了 ，which is very low in cost. Relatively speaking， 办身份来说，这已经不算什么太贵的钱了。顺着这条线，我也查过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办永居，还有几个我大概看的，有一个是，如果你是工程师、人文知识或者是国际商务签证，也像美国的那种 H1B 就是工作签，这个办永居会更长时间。然后根据我们家的情况来说， ChatGPT 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去做那个高度人才更适合我们。其实我有考虑转行去当 vet technician， 就是宠物护士，不是宠物医生，因为宠物医生要再学6年，宠物护士的话大概工作加学习应该2-3年。但是这个职业不 qualify 我研究的另外一项就是技能签证 Japan Skill Worker Visa，这个是 more for traded professionals like chefs, craftsmen 和 certain licensed professional. Unfortunately, vet technicians are not included in this category. 我们目前可能 best bet 就是我老公找一份 internal transfer 转去日本，拿一个更低的薪水，但是1年或者2年用这个高度人才的方式办身份，然后我作为他的家属就可以拿到永居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我想到的新的办法，可以办一个日本永居。大家对于这个又有什么 feedback？ 欢迎留言。All right， 这集呢就大概也分享了一大堆。根据大家对这个视频的关注度和反应度，我会决定要不要再做日本的第3季。其实这种财务自由、早日退休，然后搬去亚洲的视频是我特别有兴趣做的。大家也看出来我在美国确实是住的稍微有一点无聊。Don't get me wrong， 我还是认为美国是我的家，我很喜欢这里，我也非常 appreciate 这里给我的一切，包括钱、自由、respect 等等等等。但是说句实在，就是有点无聊，想要换个环境，所以我想要接着这个线继续做搬去其他地方的视频，比如说搬去首尔、搬去台湾，还有就是我很热衷房车旅行，我一直想要房车旅行整个北美，将来在搬去日本以后又房车旅行整个日本。我的第2个频道就是我的房车旅行频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最近我去了一个美国的房车展，然后我看了有各种不一样大小、适合不一样家庭的房车，所以我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没有一个房子，而是全职住在房车里，那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月又需要花多少钱呢？大家会不会对这个 topic 有兴趣？也请留言告诉我。你的点赞、留言、支持、分享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今天谢谢你的观看，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